不久前读了一本纪实文学，名叫《联络人》，作者是美国记者乔伊斯·瓦德勒，讲的是京剧演员石佩普和法国人波尔西科的离奇故事。这个真人真事给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带来灵感，创作了轰动一时的百老汇名剧《蝴蝶君》。And the winner is B.D. Wong. 后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。I, René Gallimard, have known and been loved by the perfect woman. And a performer who brought his fantasy to life. This was a world that can never. 记得很小的时候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个京剧演员的离奇故事。他和法国大使馆一职员发生恋情，并通过这个法国人搜罗法国使馆情报。京剧演员是男儿身，却使年轻单纯的法国人相信她其实是个女人，并还为她怀孕生子。二人断断续续持续了10-20年的情人关系，法国人竟浑然不知他的美娇娘其实是个男人，而他的亲骨肉竟然是从新疆买来的维吾尔族孤儿。后来二人相聚法国，但因被发现曾有间谍行为而被捕入狱。法庭宣布了体检结果，京剧演员是100%的男人，而那个孩子和二人都无血缘关系。法国人当即崩溃，自杀未遂。现实就是比戏剧还离奇。后来和京剧界老前辈核实，大家都点头确认此事并非虚构。那个京剧演员名叫石佩普，还颇有背景。他于云南大学毕业，精通法语，还自称是梅兰芳弟子，曾和梅兰芳、梅葆玖、梅葆玥三人合影。虽然后来出事后，梅家否认他和梅兰芳的亲近关系，而且说和梅兰芳合影的人太多了，一张合影不代表什么。但是能单独和梅兰芳与他的二子女合影，若是一般关系，怎么能够做到？严格来说，石佩普主攻的行当是小生，而不是青衣，而且在北京青年京剧团里，他的职位是编剧，并非演员。这个叫波尔纳多·布尔西科的法国人也是个人物。法国是最早与中共国建交的西方大国，而法国驻京大使馆一成立，波尔纳多就应聘来了。当时他才20岁，高中只读完了10年级。他在巴黎听到朋友说起这个职位，一申请就成了。一个20岁的法国青年来到1964年的中国，得需要多么大的冒险猎奇精神啊！在法国大使馆，他的工作是会计兼打字，并不是什么重要职位。然而，偶然的机会，他和石佩普认识了。当年的石佩普相貌确实有点像梅兰芳、张君秋那些京剧名伶的感觉。他虽然以男装装扮，但是告诉波尔纳多，他其实是个女儿身。因为封建社会重男轻女，所以自小被家人当男孩子养大。二人发生了亲密关系，
后来有一天，石佩普告诉波尔纳多，她怀孕了。而波尔纳多离开法国大使馆，又去了亚马逊探险，后又应聘到了法国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大使馆工作。当年的波尔纳多也是一表人才，为了石佩普，不惜从使馆里拿来上百份文件，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到北京，交到石佩普手里。尽管那些材料都没有什么情报价值，不仅如此，他还为石佩普买过好几块劳力士手表，还有电视机、录音机等很多当时中国极其罕见的家用电器。在北京，他见到了他的混血儿子石杜杜。其实这个混血儿子是石佩普花了3000人民币从新疆买来的维吾尔族孤儿。波尔纳多虽然在法国有了个新伴儿，但是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一心要把石佩普母子俩带到法国来。最终如愿以偿，石佩普以文化交流的身份带石杜杜来到了法国。当法国的婆婆见到儿媳妇石佩普的时候，老太太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这个石佩普怎么看都不是女人，也干不出是女扮男装的人。而石佩普永远是一身男人打扮。初到法国，石佩普混得风生水起，受到法国文化界人士的推崇和喜爱。短短几个月，又是上电视，又是去讲授京剧，又拍纪录片，不到1年就存了可观的一笔钱，约合1万美元。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。那维吾尔族少年石杜杜确实是欧亚混血模样，而且颇有几分像波尔纳多。这时的石杜杜已经16、17岁了，他心知肚明自己和波尔纳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他是因为母亲为饥饿所迫不得已卖掉的。生亲不如养亲，这个石杜杜挺有孝心。石佩普因间谍罪入狱，本来判刑6年，但1年多后获释。出狱以后，一度生活拮据，石杜杜则在餐馆里打工，供养这个养父。石佩普于2009年因心脏病去世，石杜杜现在生活在巴黎，如今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。波尔纳多则生活在他老家的一所养老院里，至今对石佩普的欺骗耿耿于怀。这本书可远远比那百老汇剧和好莱坞电影精彩多了。虚构的故事永远不如现实人生更加错综复杂，耐人寻味。别人也许只看到石佩普和波尔纳多的荒诞，嘲笑波尔纳多的愚蠢无知，讥讽石佩普的阴阳错乱，甚至对他们私生活的细节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猜测，恐怕还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责骂和批判。对于当事人，这无疑就像是被扒光了游街示众一般，隐私部位尤其毫不掩饰地暴露给世人窥探。我则看到的是特定的时代、特定的环境，非主流的少数族裔被迫以这种匪夷所思、见不得人的方式享受主流人士才能光明正大享受的情爱，不禁为他们感到一丝怜悯。他们归根结底就是2个灵魂而已，只不过游离在不能被接受的2元世界边缘，因此编出和演绎了一个个我们平常人无法理解的离奇故事。相比真实故事的高度错综复杂，百老汇剧和好莱坞电影《蝴蝶君》简直太一厢情愿地简单化了。Je te salue, vieil océan de notre amour.
L'océan, pour moi, est synonyme de liberté et j'espère qu'il me ramènera en Chine où j'aurai envie de finir ma vie. La Chine me manque.